观察而不使用语言。讲者克里希那穆提，你曾试过观察自己、你的妻子、街对面的树和路上走过的动物，而不使用言语吗？你曾试过看一棵树而不加上名称，不带有所有关于树的过去影像，只是观察树，没有言语，也就是没有思想吗？你试过了吗？当然没有。你有试过看你的妻子、你的丈夫，或者是那些局限的政治家，有试过看他们、你的妻子、你的丈夫等等，没有言语，没有影像，没有符号吗？你能够不带有你对讲者建立的形象、名声的形象来看待讲者吗？你能够做到吗？也许以这种方式来看待讲者更容易，因为他不认识你，你也不认识他。但是看你的妻子、你的丈夫、树、动物，却没有图像、影像、词语，这不是语数身份认同的问题，显而易见。如果你认同自己与树是一体的，那你就是树，对吧？你能够跟上我的思路吗？我是在跟自己说话吗？所以，首先要意识到是否能够看到、观察、注视，而没有一个词语、一个影像，因为这样你就能唤醒你的敏感性。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唤醒你对这些事物的敏感度。我们不敏感，我们接受了污秽、肮脏、悲惨、贫穷，我们只是接受它们。这个国家的贫穷问题永远不会得到解决，除非你完全放弃你的民族主义。只有当你理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全球关系时，才能得到解决。那时候就不会有国界了，但你可能对此不感兴趣。所以我们说，在探索是否有另一种工具时，第一个必要的品质是非常敏感。所有的宗教都说压抑你的感官，对吧？压抑你的感受，压抑一切，所以我们逐渐失去了感官的敏感性。演讲者所说的却相反，我们靠感官生活，或许有些人发展了特定的感官。演讲者要求我们唤醒所有感官的最高程度，让你用全部感官来观察世界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用那种全部感官都完全觉醒的感觉来看待这个世界，这样做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能量感和美感。因此，在探索另一种工具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第一件事是变得钝化的人透过重负、传统和环境的压迫变得钝化。这里所说的环境不仅仅是自然环境，也包括政治家、领袖，所有周围发生的事情。我们受到所有这些压迫，所以我们逐渐失去了所有的敏感性和创造力。当我们说到创造时，不是指创造图像或诗歌、文学作品，而是指创造以实现完全新的东西。要有那种能力、推动力和美感，必须要有非常强烈的敏感度。如果每个感官都没有完全发挥作用，完全觉察，就无法拥有极高的敏感度。当你专注聆听时，那个时候就没有你在专注，你只是在聆听，不是你在聆听，只有聆听的行动。所以当注意力存在时，就没有中心，也就是自我、心灵，那就是冥想，专注到完全和勤奋，没有疏忽，那里就是开始，真正深入冥想的开始。因为在那里没有度量，没有时间，没有思考，在那当中，或者说
是在深沉的寂静中，这意味着大脑是完全安静的，不再喋喋不休。大脑有自己的节奏，让它自己行动，而不是自我强加思考对大脑施加压力。整个结构、器官和心灵是完全安静的。我不知道这种状态是否曾经发生在你身上，它可能偶尔发生，当你在美丽的小路上走住，在树木、鸟儿和花朵的森林中，或者欣赏日落或清晨的曙光时，你短暂地安静下来，呼吸急促，欣赏世界的美丽。但那只是外在的。但是当大脑安静下来，尽管它有自己的活动，安静是指思想不再运作，时间和思想结束于深沉的专注中，然后在那个寂静中，那是无名的，超越时间的。这样的心灵是一个宗教性的心灵，只有这样的心灵才能带来新的文化、新的社会。因为它是永恒的，所以在生命中有着巨大的意义。